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这期视频呢是 K40全面测评的一个补充系列。这次 Redmi 呢在上半年的这场发布会还是比较大的啊，产品非常的多，所有的这个测评数据全部都发完了之后，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啊、弹幕啊、私信也好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细小的地方我们给遗漏掉的。这一期我们全部给你解答掉。OK， 不关正点，小白测评关于 K40系列的7个问题，咱们马上开始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。投硬币。买2手机上小白优品 APP，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原装正品，国行代票，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3C 数码贱货，赶紧搜索上车，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。这次我们视频在全网上线之后呢，收到了数千条，应该有上万条啊，各种各样的私信还有评论。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问的最多的，小白想问一下你啊 ，K40这3台机器，你个人最喜欢的是哪个？最推荐的是哪个？这个我在全面测评中呢，并没有直接给出啊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白色版本的这个 K40啊，不是 Pro， 也不是 Pro Plus 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次性价比各方面综合来说最高的就是这台 K40了。纵观2000元档位的各种各样的机型吧，再综合一下它的上手的感受，我最喜欢的就是 K40，它在续航方面的表现是目前小白测评数据库第1名的。这个价位段，大家对于续航的这个偏重应该都是比较多的，在电池方面确实优化的不错。不过相机不是它的重点啊，这个582还是比较老的一个传感器。第二个，想问一下王巨龙啊，这次塑料边框是全系的吗？还有光学防抖，实际体验上很差吗？确实，边框上啊都是塑料的，也都没有光学防抖。实际体验上啊，光学防抖确实是有影响的。在我们这一次拍样张的过程之中呢，光学防抖发挥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夜间成片上，暗光条件下，这个比较容易糊片儿。但是在白天的情况下，大差不差，就看你自己对于相机的重视程度了。然后就是这个塑料的边框，我们在这阵子的体验过程之中呢，用4个字来形容：感知不强。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啊。戴了保护套之后就更没有感觉了。这个塑料边框呢也有减重的作用。这4500多毫安时的一个手机，它可以控制在200克以内啊，这个是比较难得的，有得必有失嘛。但是如果你在视觉上看的话，它在底边这种塑料感还是比较强的。价格到了这个地步，很多问题它都不能叫缺点了啊，它都是正常的，在这个价位段该做的妥协。好，第3个是巨龙K40 Pro 真的发热很严重吗？想用的久一点啊。看了你的视频有一点纠结。这次在 K40 Pro 上啊，它的这个发热优化啊，或者说它散热方面堆料堆得不够足。全网的一些这个拆解视频上呢，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，它在散热方面并没有用什么特别多的料，散热还是非常考验堆料的。如果它在发布会或者说它在各种 PPT 官方网站宣传上没有强调它发热上这个堆料，那么它这个发热一般都不会怎么样。处理器即便是865，它也需要比如说 VC 的均热板啊，或者说一些导管啊来进行散热，因为本身的这个频率到达旗舰级之后，发热量都是比较高的，更何况这个888的频率更高一些，还有一个X1大核，那么它发热更加严重，更需要堆料。不过这个机器它走的是轻薄路线，那么肯定是有一些妥协的。55度啊，这个玩原神的话还是挺恐怖的。即便在小白测评数据库的这个标准发热里边，因为我们是使这个和平精英来测这个极限发热的。如果你纠结的话呢，其实就看你玩不玩这游戏，或者说是不是重度的游戏党。好，第4个问题，看了小白的数据啊，感觉调教还不是特别成熟。和 K30S 相比，或者说同价位的话，买 K40还是买去年的大旗舰？这个问题提问的也非常多。K30S 啊，确实在去年在性价比这一批机器里边啊是非常高的。它应该是针对去年的双11、双12这个促销节呢专门出的一个特供机，确实它的口碑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长期是这个缺货的状态。但是综合啊，肯定还是更加推荐 K40一些的。手机这东西，买新不买旧。这俩手机拿上手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手机，非常能够直接来形容了。这手机 K30S 虽然性价比很高，但是它又厚又重，正面屏占比又高，而且下巴还大。而 K40这台机器虽然它采用了一个塑料的边框，但是也比 K30S 要好多了。边框指纹识别的这个体验上，我个人觉得也比 K30S 要好一些。和去年的大旗舰相比啊，我觉得 ID 设计上你喜欢哪一个，在同价位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。因为去年的那些大旗舰，比如说865的那一批1加8T 啊，或者说其他手机啊，这个上下可能差了不多啊，这个几百块钱，200-300块钱，你买那个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因为去年865那一批旗舰调教的都非常不错，而且到现在来说，无论是相机方面还是处理器方面也都非常成熟了，尤其是相机，因为这个是 K40的短板嘛。OK， 第5个问题，白总啊，我想买一台 K40的 Pro Plus 和小米11啊，确实有一些纠结，买哪更好呢？K40那些视频结尾也能看到，我预计啊，它的价格应该是和小米11是会有一个重叠的，比如说它也会能上探到4000元单位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它3000
799还是699，就是没跟小米11处在同一个价位段，那么它的性价比确实是非常高的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啊，品牌属性上，这个小米毕竟还是大哥。我个人觉得小米11那个精致程度方面要做得更好，小米11性价比也非常高。但是如果咱们单从硬件配置出发，再说一遍啊，单从硬件配置出发的话啊 ，Pro Plus 性价比更高。但是综合体验来说，小米11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OK， 第6个问题啊，这是一些非常硬核的小伙伴提出的啊，这款屏幕有 DC 调光吗？屏幕支持自适应刷新率吗？小米之前啊有这个自适应刷新率120赫兹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功能，在我们内部的评价上非常高。就是我是120赫兹，但是呢我不动的时候就更加省电，爽的时候让你更爽，省电的时候我还给你默默省电。但是这次 K40系列是没有这个功能的，但是它是一个软件功能，也保不齐后面可以这个 OTA 更新，但是我估计它后面也不会加，因为这样的话又跟大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差距了。还有就是 DC 调光，它现在也是没有的，这个呢也是可以后切 OTA 的，反正现在也是没有。这个直屏啊120赫兹啊，在体验的过程中它的素质已经非常高了。这几天的使用过程中有好几台机嘛，分给好几个人用，都没有提出来什么问题。所以说有没有 DC 调光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多的纠结，日常体验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一些细节的小配置方面啊，有5个比较重要的差别跟 Pro 版本，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。其实，在全面测评中我们也跟大家聊了。如果你在意，比如说 WiFi 6啊，或者说 RPDDR5更加极客一些的话呢，那你肯定就选择 Pro 了。我觉得感知不强，反正在我的日常使用中感知不强，所以我比较中意 K40，或者说最推荐 K40啊。OK， 第7个问题，红米的笔记本和电视，再聊聊自己的看法，我们就汇总成这一个。第一个就是红米的笔记本，红米的这款笔记本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商务的综合本，这个要特别明确一下，它不是游戏本啊。如果你用它来打游戏的话呢，全金属机身封闭的这么好，它的散热相对来说要差一些的。如果要打游戏的话啊，这个笔记本啊并不是太适合啊，我还是建议去买，比如说红米它自己有这个游戏本，或者说其他家的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个游戏本。最大的亮点就2个，第一个就是 CNC 切削的整个这个金属的一体机身。说的直白一点啊，就是非常苹果的那个工艺了。放到这儿的时候，把 logo 一遮，你几乎分辨不出来哪是苹果的，哪个是 Redmi 的。这个在 CNC 整体的这个切割方面啊，整个这个 ID 造型方面，苹果咱们必须承认做的就是非常漂亮。Redmi 的这个有那味儿啊，非常苹果。第二大亮点就是这块屏幕，在这个价位段啊，5000多块钱里边，这个屏幕确实已经非常顶了啊，应该是最好的一块屏幕，3.2K 屏幕非常的细腻。这个东西很大一块成本在它的这个屏幕上面，屏幕是最直接用户接触到的地方，所以说买一个好屏的笔记本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这2个。在 ID 方面，你说跟苹果觉得差别比较大的话，就是这个肚子比较厚重的，当然它肯定有价格上的因素啊。其实这个笔记本并不是特别的薄，单看前面还是挺薄的，但是如果你从后面看，或者说从背面看的话，这笔记本还是挺厚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它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。然后就是 Max 7999这款86寸的电视，我们发过视频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7999呢，它的性价比首先要肯定一下，非常高。在这个价位段里边，你能买到的最大的电视了。这个电视非常震撼，因为买电视就是买那块屏幕，它的基础素质、屏幕面板的体验，确实和82寸的那个小米的电视大师的那个系列啊，应该是不同2个等级的这个面板啊。它是来自 LG 的，基础素质不管是分区上还是亮度啊、观感上面啊、细节表现率方面啊，跟82那个都有差距。不过不管怎么讲啊，7999还是整个 Redmi 的所有产品吧，你必须结合价格。如果你不结合价格的话，你就感觉没法聊，对吧？因为在它的这个价格体系下面，很多欠卷、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被包容的，这没办法，1分钱就是1分货。如果你想买更好品质的，你就可以去追求；如果你想追求性价比的，它很多产品在它的那个价位段里边，确实把性价比已经做得非常高了。OK， 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把全面测评看完，把电视那个视频看完，然后再结合一下数据库，再结合一下本期视频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盲点了，全部都跟大家聊到了。后面呢，手机还是非常多，到时候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带来首发体验的，记得关注一下小白测评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作用，记得3连点赞投币，特别感谢。OK， 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，尤其是我们的数据库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更新了 K40和 K40 Pro 的全部实测数据，都可以去随时随地的免费查看。不过这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